网上有个特别魔幻的传言，说开电动汽车开久了腿毛会掉。刚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差点笑喷咖啡，心想这是什么新型养生法？买车送脱毛套餐？不过别说，还真有不少人一本正经的在讨论这个事儿，甚至有人发图说，你看我开比亚迪3个月，小腿毛都稀了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哥们要是去健身房练腿，可能还会说，哎呀，这是车子的副作用，让我腿变粗了。但好奇归好奇，我们今天就来认真胡说一番，看看电车到底有没有可能让你掉腿毛。你别笑，搞不好你也中招过，是不是有那么一瞬间低头看腿，觉得毛发好像没以前茂密了，然后脑子里闪过一句，完了，该不会真被电磁波熏秃了吧？先说结论，不会，你开的是电动汽车，不是微波炉，你坐的是座椅，不是脱毛仪。要是电磁波真有那本事，特斯拉早该出个副业叫 Model Hairless， 开10公里送你个光滑小腿。电动汽车确实有电磁场，这是没错的。电池在放电，电机在旋转，控制系统在调节电流，都会有电磁波，就像家里的吹风机、手机、路由器那样。但问题是，这辐射强度小得可怜。比亚迪、特斯拉这些车，实测车内电磁场强度也就0点几微特斯拉，你在家吹个头发的辐射都比它强10倍。要是那玩意能让你掉毛，那你每天吹头得先掉光。有些人说开电车右腿总是固定姿势，结果毛没了。其实这倒是有点真，那不是掉是磨，天天右脚踩着电门，裤子跟座椅摩擦，机械性脱毛。简而言之，你不是被电掉的，是被裤子搓秃的，这叫摩擦力脱毛，不是电磁波脱毛。要真是电掉的，那左腿毛也该遭殃，可惜人家还挺茂盛。还有些司机会说，开久了小腿发热发麻，感觉怪怪的，好像被电磁波包围。其实那也不怪车，是你血液循环太慢，电动汽车太安静太平顺，开久了人放松，循环慢了，脚底热，汗腺活跃，就会有种温热感。你以为那是辐射，其实那是你体温在自己煮自己。更搞笑的是，有人去量电磁波，拿着一个淘宝买来的仪器对着车底一测，屏幕闪烁，数字乱跳，然后大叫，看吧，果然有辐射。兄弟，那玩意连微波炉门口都报警，你信他测车？真正的专业检测都是用屏蔽式频谱分析仪来测的，不是拿个电子表跳2下就能下结论。那为啥有人真觉得毛变少了？其实很多司机换电车后，生活节奏也变了，天天坐车，久坐不动，血液循环差，毛囊供氧不够，毛发自然稀一点。再加上裤子紧、汗多、空气闷，毛囊发炎，角质堆积，毛长不出来，这才是真原因。别把生活方式的锅甩给电动汽车。有人还说电池在脚底，整天坐电池上面会被烤秃。兄弟，电池组温度控制的比你电脑 CPU 还严格。你开车的时候，电池冷却液在循环，温度几十度而已，连煮鸡蛋都不行，还想烤腿毛？你要真想体验那种感觉，不如去桑拿，保证掉毛，掉的是眉毛。你看，其实这类传言就是新科技焦虑的产物。以前大家怕手机辐射，现在怕电车辐射。人类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总是容易脑补出各种剧情。你说开电车掉毛，别人一听好像挺有画面感，但你说吹风机更厉害，没人当回事。那是因为电车听起来更神秘、更高压、更像科幻。越神秘的东西越容易背锅。顺便说一句，那些所谓的电磁脱毛理论早就被医学打脸了。电磁波要想破坏毛囊，至少得达到激光脱毛的能量级别，而电车的电磁波能量，别说烧毛，连蚊子都热不死。国际标准 NERP 明确规定，电动汽车内部的电磁场强度远低于任何对人体有害的阈值。要真有害，全球几千万台电车司机早该变成光头军团。你说要真有一天电车真能脱毛，那得多省钱啊！开车顺便脱腿毛，充电时还顺带美肤，那样美容院得哭死。可惜现实不这么浪漫，电车能给你带来的最多就是静谧、省油、加速快，而不是光滑皮肤套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些电车座椅材质透气性不太好，夏天闷热出汗，毛囊炎确实可能让你掉几根毛。这时候你要怪的不是电，而是座椅透气孔。还有的车主爱穿紧身裤，坐久了不动，腿毛被压被蹭，这种物理性秃才是真实存在的。说到这，我想起一个哥们，天天开网约车，夏天穿运动裤，冬天穿棉裤。半年后，他真觉得腿毛少了，还怀疑是不是被电车电平了。我跟他说，你先把裤子换宽松点试试。结果1个月后，他腿毛又回来了。你看，这不是什么科技玄学，就是摩擦工学。其实电车没害你，害你的是坐着不动，穿太紧，压力太大。要真想腿毛旺盛，那就别熬夜，别抽烟，别天天外卖，多吃蛋白质，多喝水，多跑几步。你的毛囊比你想象的勤奋，他们不怕电磁波，就怕懒。所谓开电车掉腿毛，更多是一种都市传说。
它结合了人类对电的恐惧、对身体变化的敏感，以及对搞笑话题的热情传播。说实话，这谣言的传播逻辑比电动汽车电控系统还复杂。毕竟，能让全国网友讨论腿毛的也只有电车了。你掉的不是腿毛，是焦虑；你感受到的不是辐射，是摩擦。你以为的科技脱毛，其实是9座定律。如果真想验证，你可以换辆油车，再看看腿毛会不会重新长回来。答案多半是没区别。唯一的区别是，油车掉的是你的钱包，电车让我们生活更安静、更高效、更环保，但它没那么神奇，也没那么可怕。它不会治秃头，更不会让你变光滑。要真有那种功效，华为和比亚迪早该联合推出鸿蒙脱毛模式，一键光滑，全车互联。所以下次再有人煞有介事地说，听说电车掉腿毛，你就告诉他，放心吧，我的腿毛和电机一样稳定。然后优雅的上车，轻踩电门，留下他在原地摸着自己的小腿，开始思考人生。